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回来到好治愈呀。我现在在海边看书，给你们听听海浪的声音。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允许自己在混乱中开始一切。这也是2025年这2个月以来我做了很多事情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以及我觉得这将会是我之后人生的指导原则之一。开头大家不是有听到给大家录的一段海浪声吗？那个是我在大概5点半的时候临时起意，觉得我现在要去海边看书，然后捡一捡贝壳，画一幅画，然后看看落日。所以我就在5分钟之内收拾好了东西，穿着我的睡衣10分钟之后我就到了海边，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面，面朝着大海，然后我的右侧是太阳，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已经还有一点光亮的状态，所以我戴着帽子，然后慢慢的那个光线就变得柔和，太阳就要一点一点的降下去了。而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海边看了半个小时的书，而且捡了10几个非常漂亮的贝壳和石头。现在回到家之后坐下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我没有在混乱中开始这一切，也就是穿着睡衣就这样在10分钟之内出现在了海边的话，我就不会收获这样一个在我的人生中可以保留很久的1个小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路历程。因为昨天我去了深圳参加线下的团体疗愈实践活动，今天我就打算待在家里面录一下播客，然后整理一下最近的思绪。但是我今天起床了之后，发现今天阳光特别的好，然后我就特别想在户外待着，但是又有另一个声音说不行呀，你今天已经决定了要录播客，然后要做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就是你不可以打乱你的计划。但是架不住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我看了一眼天气预报，接下来的1周都是阴天和下雨，所以我特别想珍惜今天的好天气。退而求其次，我就在阳台上开始看书，打算看1个小时之后呢，我就开始做自己今天的规划。结果看着看着我就越来越觉得不行，我真的想去海边看看落日，想在海浪声和海风的吹拂中去看书，然后我就在5分钟之内决定了我要现在出门。但是我做完这一切之后依然没有影响我现在晚上依然坐在这里去录这个播客，我还是照常完成了我今天的计划。听起来这一整天是不是有一点混乱呢？但是不要担心，我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允许自己在混乱中开始一切。包括这一期播客我也是没有做任何的大纲，就是我想到了这个主题想分享之后，我决定今天就看着我备忘录里面的各种碎碎念来和大家随机聊一聊这2个月里面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的一些所思所想，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启发和帮助。我想先来分享一下这2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自己实际践行的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针对拖延症要怎么办。第一个方法是，如果这件事情你想到之后它在5分钟之内可以做完，建议你不要把它放在 to do list 上，而是现在就去做，马上就去做，因为它5分钟就能完成，不必要再占用你的脑容量，你要一直想着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第二种方法呢，针对的拖延症它背后是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失败，我担心我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做不好，做得不完美，所以我就一直拖延。针对有类似情况的小伙伴，我想送给大家马斯克的一句话，就是很接地气但是很有用。你要先去做，先做成一堆狗屎，然后再慢慢的去改，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这也是我一直对自己说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允许自己先开始再完美。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想做的事情，不论是画一幅画还是写一篇文章，
抛开那些宏大的计划，试一试，我就先做一个小小的雏形出来。有了这个之后，我就在这个基石上面再一步一步的去添砖加瓦，直到它慢慢的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实际上，我的播客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的。有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就是我的播客开始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规划，挺随机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内心知道的是，在我听播客的那一年，已经大概有2-3年了吧，我的内心就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做一档自己的播客，你要把自己的声音发散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中，让大家听到，和大家产生链接。所以上个月我走出的第一步是先给我的播客想了一个名称，之后我录了第1期播客，它只有2分钟的时间。当时我还在口腔溃疡，所以说话有一点大舌头，我就用这短短的时间和大家介绍了这档播客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想做这档播客。这就是我一个粗糙的开始，但是并不妨碍我在后面越做越好，越来越有感觉。而且最近的3期节目都登上了星星榜，在此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支持。第3个小技巧是要有一点点演技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监督者的声音对自己说话。比如说，当我在沙发上已经以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玩了2个小时手机，但是其实我是在第5分钟玩手机的时候就想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用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但是我竟然维持了2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会用平常不一样的说话音调对自己说话。比如说这个样子，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呀？已经2个小时了，你现在是不是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呢？好的，现在就站起来吧，去做5分钟的运动，或者去看5分钟的书。好的，现在我就要站起来了，我是最棒的。就是很神奇，就像起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给自己打气，就说是谁这么厉害，现在就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原来是我呀。那第4个方法呢，就是deadline大法。比如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最后的完成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贴在墙上，但最好是能够比如说公布在朋友圈，或者是发给你的朋友们，这样你就有了一些外部督促的动力，会这么想，既然我都夸下了海口，那我一定要完成呀。比如说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会每周1更，确实是非常有效，因为每周快到周5的时候，我就会想，哇，我要录新一期的播客了，所以我就会在我的日程的时间中安排一个专门的时间段给他。说到了日程安排呢，咱们第2件事来聊一聊时间管理吧。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想去完成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的生活中要留给它充足的时间。如果说运动是你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那一定要在日程安排中给它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段，比如说上午8点到10点之间我要运动，在这个时间段非必要就不要安排其他的事情了，保证可以全心全意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第2个方法就是列 to do list， 但是这个清单和以往的都不一样，不是只放重要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事项，一定要把生活中的一些杂事也放进去，比如说洗衣服、洗澡、做饭，这些像以往虽然不会在你的清单里面，但它会实打实的占用你的时间，就会导致你对今天的任务安排的时间可能估计的不是很准，你以为自己有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件事，但你做了那些杂七杂八必要的事情之后，留给你的可能就只有2个小时了。所以在一开始就把这些事项列出来，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管理我们一天的时间，而且对时间使用的感知也会更加的准确。关于时间管理的第3件事，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每周给自己设置一个休息日。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大段的时间，那就留出4到5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只做喜欢的，能提升自己能量的事情。当然了，如果说发呆或者是刷剧能让你提升能量，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尽情的去浪费时间，不用管世俗定义说刷剧就是在浪费时间，你只用管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用的。另外，关于时间，最近我在和朋友沟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过得越来越快了，因为现在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占比都大大的增加了。大家和我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时间焦虑。但是在这个月，我参加了一次线下的艺术疗愈活动，主题是生命之树。就有一个小伙伴分享了他之前去热带雨林徒步的时候，见到了一棵它已经有2000年的一棵大树，就是我们的这100年对他来说只是他生命中成长的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悄然的发生了。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生长阶段呢？不要忘了，每一棵树它都有自己的生长时间，不要看着其他的树它长得很快，它已经枝繁叶茂开出花朵了，你就觉得焦虑和着急。每棵树每个人的成长阶段也都是不同的，我们只需要在自己的时区里面安心的成长就够了。说到这里，我想讲一讲做事情的底层方法。因为同一件事情呢，不同的人做，它其实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就比如说播客，不同的人做，它也是千人千面的。因为一个人的风格和能量的影响是很大的。经过这2个月的思考，包括我去看了很多其他的自媒体账号，我发现我真正想做的是接地气的、脚踏实地的、适合普通人的这些分享还有疗愈的方法，而不是去分享一些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希望我分享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就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的经验和经历，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普通人的样板。为了做自媒体起号，去制造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生活的方式和空间，还是说从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去展示和分享，我一直以来都会选择后者。我之前有发一篇笔记，叫做允许别人看到我的混乱和灰尘。因为我发现真正的成长是带着毛边的生活记录还有思考，用不完美的行动依然能帮助到同样迷茫的人，而不是用一个完美的教条去指导大家说教大家。当然啦，也希望我这些笨拙却真实的分享能够换来你们温暖的我也是。我不是在分享一些厉害的观点，我只是在交换能够治愈彼此的创可贴，让我们为自己向往的生活一起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式。今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说到我是他朋友圈里面少数的活人了，我就说什么叫做活人？他说就是在朋友圈还真正的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和一些所思所想，而不只是一些工作或者是事业相关的东西。其实微信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是特别的喜欢朋友圈这个功能的。我们即使有一些群聊和互相的联系方式，但我们还是会在彼此的朋友圈底下去聊天，就是有点像之前的人人网的那种感觉。但是慢慢的，随着微信里面的可能广告越来越多，加上微信在工作中也使用的越来越频繁，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他们都不发朋友圈了。我还发了一条帖子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3天可见，甚至不发朋友圈了？我真的很喜欢刷大家的朋友圈，看看大家的近况，但是我发现很久我都刷不到什么了。但是我自己依然在坚持发，因为我觉得朋友圈就像是我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可以在里面记录我的所思所想，然后和朋友见面的场景。每当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充实和温暖。很高兴的是，我的这些分享也给很多朋友带去了力量，就有很多朋友会私信我说，
因为看到了我的朋友圈，所以受到了一些鼓舞，他们也开始分享，或者说是更加留意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小确幸了。所以新的一年，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勇敢的去表达、去分享、去创造一些东西，不要管它是不是特别的完美，或者是特别的光鲜亮丽，只要它是你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能让你感觉到幸福，或者是有所收获的东西，那就去表达和分享出来。如果比较不好意思在朋友圈发这些东西，也可以发给自己的好朋友，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当你获得了一些共鸣，而且被看见之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愿意表达和分享了。最近我也看到播客的评论区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留言了，真的非常开心，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心情。我那天写了一句话，叫做我的这些互联网上的表达和分享，是在赛博世界里面留下一个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电子遗产。我在想之后就是要不要在我的墓碑，或者是我没有墓碑，我就是在一棵树下面，然后挂一个小小的二维码，然后上面一扫就可以去听到之前我发表的一些文章，还有拍的照片，包括我的播客，我觉得那一定很有意思。另外，我真的常常会在生活中感受到善意的蝴蝶效应，就是我会收获一些别人对我的小小的善意，我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下一次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方式把这个善意给另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我的朋友们。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反馈到你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一种善意的循环和蝴蝶效应。而且科学研究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帮助他人，能让我们的生活满意度大大的提升。接下来我想聊一聊关于个人成长。我觉得成长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而且是有阶段性的。有的时候你成长得很慢，但是当你度过了一些低谷，触底反弹了之后，你会获得一些加速的成长。因为那些低谷期其实也在慢慢的为你积蓄力量，就像之前小游戏的那个跳一跳一样，有的困难和挫折可能只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按着那个按钮，但是当你度过了那些困难，那只手松开之后，你也会获得很大的一个向上的力量。而且我一直和自己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想着可以一劳永逸，就直接把它做到了最好，做到了完美。因为我们活着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叠加调整，抛弃一些东西，重建一些东西，不断的去吸收，去进阶，去升级。所谓的生活朝我丢泥巴，我拿泥巴种鲜花，没关系，生活就算把我插在了一坨牛粪上，我也会怀抱着希望吸收里面的营养，去开放出我自己的花朵。不论现在你周围的环境如何，你的原生家庭如何，都不要灰心，因为最终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请和我一起念出这句话：我由衷的接纳每件事情，因为那都是我的一部分。允许自己是一朵云，是一颗星星，是一条小鱼。我是一个微小的个体，但同时我也拥有巨大的力量。这一部分是不是说的有点虚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是需要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叫做心力吧，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力量。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指导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包括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决定了我们感受到幸福的方式，是不是能感受到生活中一些微小的幸福。我们如何用积极视角去转化我们遇到的那些挫折，其实都是关乎于我们内心相信的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在翻我的这些碎碎念和随手的备忘录的时候，发现我真的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翻一翻你的备忘录，是不是你曾经有很多的碎碎念和你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呢？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种方法去输出，
因为创作既可以帮助我们清空大脑，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更多有趣的方法产生，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的想法更切实的落地，而且传播出去呢，也能够吸引到同频的伙伴，产生新一轮创作的动力，实现创意落地、反馈、生成新创意的这种正循环。同时，这整个过程也会让我们去搜集更多的资料，进而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输入输出呢，可以相辅相成，一举两得。比如有很多小伙伴会问我，我现在有一份不太满意的主业，但是我又不知道副业我想做什么呢？我建议你可以在主业的时间之外，去翻一翻你记录的东西，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做一些小小的输出的尝试，也许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正喜爱和擅长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可以借此发展出一门副业。当然，除了好的方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一些自己的局限性。那这个局限性，或者说对某一类事情的厌恶，我是不是可以改变？如果不能改变的话，那在以后我的事业中，我要怎么去规避这些事情？或者说我能不能链接到一些和我的能力是互补的小伙伴一起去做事情？这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了解自己和理解自己。其实我觉得相比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自己才是最难懂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的头脑总会有一些认知的局限，它会让我们去有一些偏颇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和外界去碰，大胆的去碰撞出一些火花，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样反馈回来呢，我们才能够校正自我的认知，慢慢的去找寻到一条自己喜爱而且方向也是大致正确的道路。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学会创造自己身边的小环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和个人流程。首先是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它可以完全是按照你的喜好和你的生活习惯去布置的。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一定要可以自由的做自己，小小的门一关，你就可以恢复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脱掉一些社交面具和工作上必须要有的成熟，做回那个小孩。根据我的经验呢，可以把空间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生活相关的部分，也就是每天你都需要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化妆品和护肤品。我之前常常有很多东西买了，然后就放在柜子里面，直到它过期了我才想起来。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我要用的东西放在我坐下以后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我就会记得使用它们。而且建议大家现在尽量不要囤积东西，一件东西用完了之后扔掉，再买一个新的，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我们物品的进出。这样呢，既保证了物品可以得到最极致的利用，而且也省下了平常花了一些时间去刷购物软件，想要比较价格，从而买了一堆现在并不是马上要用的东西的那些精力。第二个空间呢，是你的成长空间，也就是你要在你的空间中留出一个专门的地方给学习和爱好。当你想要学习或者是想要做一些手工画一些画的时候，你可以立马坐到那个空间就开始你的事情，而不用说我还要把这个地方腾一下，那个地方挪一下，我才能有一个空间去做这个事情。当你有的时候想到这么麻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算了吧。所以说呢，提前把这个空间规划出来，就像我之前说到的把时间空出来是一样的道理。我现在呢就尽量保证我的书桌上是有一部分的空间是空白的，我可以随时摆笔记本或者是摆我的画册。然后我书桌的右边有一个小推车，上面放的就是我目前在用的一些绘画的材料，这样我坐下之后我立马就可以开始动笔。然后建议在家里呢可以每个角落都尝试着坐一下，然后站一站，试一试在哪个空间待着看书最舒服，给自己找到几个你最喜欢的看书的角落。当你想要看书的时候，根据那天的心情，你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的身体和大脑就会有自然而然的反应，就觉得对啊，我坐在这里，现在我就是要开始看书了，而且这个角落是对你来说很安全很舒服的。
我现在就给自己找到了3个角落看书。第一个就是床的尾部，因为那个地方在有太阳的时候可以被阳光照到，我就会把几个枕头放在靠窗的位置，然后我就靠在窗子上躺在床上，左边是一个凳子，然后可以用来放一些零食和水果，我就可以边吃东西然后边看书边晒太阳，就是非常的舒服。还有一个角落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凳子，我在它的旁边放了我上次说的我自己做的懒人沙发。我现在是把我每天要写的日记放在上面摊开，而且旁边放着画笔和一个小小的植物，这样每天起床或者是睡前，我看到这个摊开的日记，我就会想起来，我今天或者昨天的日记还没写，那我现在就可以立马坐在这个角落，用5分钟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刚刚拖延症我漏说了一个点，就是让事情保持在一个未完成时的状态，你就可以更有动力的去继续接下来的工作。比如说你在前一天晚上看一本书，第二天想接着看，你就把它摊开在你要看书的那个角落。你有一个工作没有完成，那你可以把之前的进度和之后的计划写成一个便利贴，贴在你的电脑上，你下次就可以直接着手继续上次的工作。说到便利贴呢，我在我房间可以看到的地方都贴了很多写满字或者是又画画又写字的这种大纸片或者是小纸条，上面就是我想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些底层的指导原则，还有我个人的一些梦想清单，包括我今年的愿景板，他们就会在各个角落无形的提醒我今年的愿望和目标是什么。那如果我现在犯懒了，或者是我想要有一些拖延的时候，我就会立马打起精神，回归到我的那个主线上面去。比如说我现在面前就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大大的写着2个字，叫做行动，下面的小字写着行动比正确的行动更重要，关键呢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依然要迈出一小步。完成一个动作呢，比想明白100个道理都更有用。我们可以从最初的一点开始，关键就在于启动。我们可以把大的不确定性转化成相对短期的阶段性的确定性。当我做一件事情无从下手，或者说我总是思前想后，想把它做得很完美的时候，我抬起头一看到这张便利贴，我就会允许自己先迈出第一步，管它做成什么样呢，反正我先开始再说。这个方法真的非常有用，建议你也试一试。另外呢，可以买一个日历，然后它的主题可以是你喜欢的。比如今年我就买了一个日历，叫做365天的一个趣味药方，它就是会在每天给你开一个药方，然后告诉你今天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给我开的是情绪日记，全天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并尝试分析背后的原因和触发因素，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哇，我真的在生活中常常会有那种觉得很巧的时刻，因为我今天下午在海边看的那半个小时书，最后就在讲要怎么去记录你的情绪日记，刚好跟这个不谋而合了。我之前呢是有断断续续的记录自己的一些情绪，但是在我看了这本书以及今天的这个小药方之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有规律的认真的去记录我的情绪，之后呢我再把一些小技巧分享给大家。突然想给大家补充一点的是，要给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些弹性和应对意外事件的时间和空间。比如像今天之所以我可以完成我的事项清单的同时，我还能够去随机应变的去海边看落日看书，就是因为我在今天刚起床规划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留出了几个小时的机动时间，所以呢我就不至于特别的被动，就是陷入那种两难选择的境地。包括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弹性和准备，就是当你遭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事件，让你完不成今天的计划，或者是赶不上车这一类事情之后，我有一个听起来很愚蠢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心里或者是你可以说出来，没事的，没事的，一切都可以解决的。
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和安慰，虽然听起来很愚蠢，但是亲测真的很有效。当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没有那么焦虑，没有觉得这个事情那么的难过了。我觉得确实一切事情都是没有关系的，可以解决的。前几天我在听友群里面问大家，今年都做了新年计划吗？有一个小伙伴和我说他没有做，因为今年他主打的就是要把握当下，然后随机应变。我觉得非常的棒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这代表他已经允许了他的人生中可以有很大的弹性，他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最无形没有意义的，却是支撑所有的外在一切有形的这些事物走向一个长期的兴盛的关键和核心。因为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信念，那么外在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味同嚼蜡。就像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撒野心。所以我们在挣钱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丰富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有了金钱之后，才能将这些钱用于我们内心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真的都在一点一滴的过程里面，所以说让我们保持在场，保持不要和这个世界失去联系。未完待续真的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词语，我也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未完待续。说到这里，最近很多朋友都感慨说，当一个很热闹的聚会或者跟朋友见面结束之后，就是往往会感受到一些空虚感。我想了一想，确实会这样。但是呢，空虚其实又恰恰是我们自我梳理的很好的时机。在所有的这些忙碌还有链接之后呢，就是我们忽然只属于自己了。也许有一刹那我们会感觉到很孤独，世界怎么就剩下了自己的一个人？但这不正是我们可以开始享受独处，学习如何独处，获得平静的开始吗？给大家打了一个小小的预防针。因为今天的分享马上就要结束啦，虽然我还有好多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关于独处，关于孤独，关于敏感和接纳，关于允许和矛盾，关于那些纠结，关于幸福，关于难过，关于和内心有关的一切事物。因为我在和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有很多的共性，就是你在感受着的这一切，我也同样的感受过，或者我正在感受。所以我真的很想和大家一起成长，互相治愈和陪伴。所以我要留着一些话题，在之后慢慢的再一个一个的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听到了，今天分享的内容很杂，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本期节目的主题一样，允许自己在混乱中开始一切，甚至是享受一切。那希望我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如何去活的个体样本，带给大家今年一些小小的动力和温暖。因为我可以，那你也同样可以做到。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只要你愿意听，我便愿意和你分享。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